听你本师释迦牟尼佛，听你文殊智慧上师，听你传真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非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将愿得受持愿者如来等事宜，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接着讲那个七具七大文的这个功德。昨天前面应该是公智仁波切的一个佛藏品的七具七大文的修法里面的部分内容呢，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呢，就是紧接着讲此七具金刚语的历史中也记载就是很多这个佛藏大师的这个佛藏品里面呢，就是有这个七具七大文的功德它的这个历史它的一些这个殊胜的这种价值力等等，就是叙述的相当多的。那么这里是怎么讲的呢？就这是诸位这个空性母引起莲花生大师会供的这个词句就是就诸位空性母引起莲花生大师这个会供，就是像会供的适合的这个器具也有这样的。还有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昔日500位精通阴明生命学的外道本师来到了这个南兰陀寺就是南兰陀寺。当时师徒呢，就是佛教这个为王这个降地内道的佛教徒的诸位班智达，就是也有500个这个班智达。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个无理辩论期间呢，就是所有的班智达基本上都是有了这个相同的梦他这里这个有2种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们就实在是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位这个空性母就是降临在他们面前，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这个方法。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这是这个这么多的班智达，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做了同样的梦梦里面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神级空性母就是受记就是这样这个说的。你们就是难道就是能够让这个播导外道吗？就是当时这样这个问的。如果你们不能这个引请我的兄长，也就是说我的哥哥呢，就是在这个住在这个黑暗石头林就是黑暗这个漆黑一片的这种石林当中，叫做是多劫通常三就是多劫通常三。其实多劫通常三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说莲花生大师的有8种这个幻化当中这个之一。那么他呢就是将这个佛教就是就可以说这个佛教就是将这个造到这个如果你们没有引请他的话，那就是佛教会造到这个毁灭就是当时就是空性母是这样受记的。然后这位班智达就是这个对空性母就是这样说的说是因为那个黑暗这个石头林的话，那就是一般的这个人就是很难以这个行走的就是到那里呢就是很难以行走，也没办法就是引请就是莲花生大师。当时空性母说，你们如果在金堂上就是金堂的这个顶城市呢，就是非常广大的这个公平，然后呢就是攀着这个妙香和乐器，以最大的恭敬心呢，大家这个异口同声的，如果这个祈祷文就是如果祈祷以这个七具祈祷文来这个祈祷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我的这个兄长就是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是他可以这个降临就是他可以降临，并且呢就是给他们就是就是教给这个七具祈祷文的这个念诵方法就交给他们。然后呢就这些诸位班智达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按照这个空性母的授记就是在这个他们的经堂上呢，就是陈设广大的视频，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伴随着乐器，然后在共同呢就是开始这个祈祷就是开始祈祷。那么祈祷的刹那间呢，莲花生他是从空中降临，居于500个大班智达之所，通过这个教理就是教理呢，就是跟这个500个外道就是进行辩论就进行辩论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全部都已经这个失败了，佛教呢就是已经这个获胜了。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外道就是也是有现实种种的这个申辩的就是现实种种的这个申辩。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咒力还有呢就是金刚
海姆就是交给念慈一个宝器，那么让他们呢就是这个相互外道，就是结果呢就念慈依靠这个他的这个教言呢，就是将这个天空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降下毗尼，还有呢就是先是就是种种这个申辩，有些这个历史当中呢就是说是莲花生大师拉着就是用着那个金刚就是以七颗银的这个知识来就是指向这个外道的这个轰就是这样就指向外道。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外道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垂地，就是全部呢就是得以这个失败。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就包括他的手印就是这个金刚以及就是他的这样的这个声响的话呢，就是这个相互外道和相互默宗、相互贵神方面呢，就是有不共的这种这个能力就是有不共的这个能力。所以说这个当时呢就制服了所有的这些刚强的外道，神语的这些外道呢，就是纷纷的在归入佛教。由此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祈祷文就是这个其余祈祷文的话呢，那么就是兴盛于这个各地，就是在印度也好、腾珠也好，还有这个像这个现在的一些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就是很多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在以前呢，就是在当地没有这个兴盛之前的话呢，那么这个七句祈祷文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就是在那里呢就是这个人们都是就是特别喜欢念这个七句祈祷文。我相信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的确也是，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这个在家人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基本上就现在的有些年轻人不好说，就是在这个以前的一些老年人的话呢，这个七句祈祷文呢，就是大家都会共同的这个念诵就遇到了什么这个违缘就是一些这个障碍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会这个合掌祈祷就是通过这个七句祈祷文来这个祈祷刚才那个历史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修行上呢，就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修行就是不成功。那原来我出家的时候呢，当时我就一段时间呢，就是因为自己也发现到，就是外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外援就然后好像就是出家呢，就是不能这个成功，然后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专门这个念，虽然这里的一些修法都是不太懂，但是呢，很多老人和很多上师的这些口传当中呢，就是说是祈祷这个通过这个七句祈祷文呢，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意愿呢，就是圆满实现，如愿以偿。说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祈祷就是后来的话，我自己也到目前为止也是感觉就是当时的很多的这个委员的话，那就是好像稀奇般的，就是这个消失就是全部都就是就不能这个成绩。就我自己呢就是觉得就是的确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加持是就是不可思议，就应该在这个不信佛教的人面前，或者说一些这个有邪见的人面前这样说了，那他们都可能认为是我们在自吹就是在自己呢就故意就是开始这个吹捧，会可能这样想的。但实际上自己通过就是多年的这种这个修行也好，就是一些这个这个祈祷的话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种这个力量就因此我们很多这个道友就是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遇到一些种种的这个修行上的障碍也好，心理上的一些这个魔障也好，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的确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是很这个重要的就是蒙你祈祷上师莲花生决定不被违缘所转变，就是原来那个就是占经论的作者就是给蒙文波丹增罗入就是他是这个用这句话，我们的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经常也是引用这个这句话，不仅是引用，就是老人家也是经常不管是我们这个眷属也好，学员也好，在这个里里外外的，就是出现一些这个障碍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也是这样这个祈祷祈祷之后的话呢，就是在末法时代当中也是，不管是这个弘扬佛法、自身修行各方面呢，就是确实是有了这种这个显著的这种这个效果。就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
有时候自己倒是很想呢，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这种后盾没有强有力的这个靠山的话呢，很困难的。就很困难的，就像我们末法时代的修行呢，云间的这个太阳一样的，一会儿的被魔障遮着，一会儿的被违缘遮着，一会儿的被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邪道邪思就是会这个遮蔽我们的就是这种这个道性，就是所以说呢，我是始终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大家要将自己的这个修行，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呢，你永远的是这个戒律清净就是将自己呢变成一个名副这个气势的一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么就经常这个七道莲幻生大师的话呢，会这个随时随地都是会这个保护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这个保护杠的话呢，我们就是很顺利的，就是度过各种这个违缘的。如果一个在家居士的话呢，他也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呢，他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圆满的，就是33种是如今呢也是极为的这个困难。就的确这个困难重重的，那么这也是就前出一些这个违缘就能得到这个成就的话呢，就是也需要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就是所以。那么这个刚才前面的这个公案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只要我们通过这个信心和恭敬心来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祈祷的话呢，那么就是念思的话呢，就是一刹那间就以刹那间呢就是它会这个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种这个困难痛苦就是也是就是通过它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威力来可以这个加持的。如果我们没有祈祷，没有这种加持，没有什么这个呼唤的话呢，虽然它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价值，但是呢，也不一定在你面前现身比如说这个我们去火的那个金子那个火金子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对着太阳的话呢，虽然是你的这种这个金子呢，就是有可以就是接受这个阳光的让你，但是呢，你没有对着它的时候呢，就是始终是这个阳光呢不能这个照射到你的这个金子上面。一旦你把这个火金呢，就是对着这个太阳的时候，虽然这个太阳呢就是在这个无比遥远的地方，但是它的光芒呢就是这种这个非常稀有的，以希冀般的呢就是直接呢就是照射到你的这种这个镜面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呢就是产生就是它的这个火光就是产生它的火光。所以我们自己的这种祈祷和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平时的这个修行就是这是的确很重要的。有些人的经常也是讲就是这样是这个观心就可以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念咒语念什么祈祷文这些都是多余的事情我个人的话呢，就是这是就是对个别人就是根基非常不错的，就是像那个经典当中也是有特别立根者的话，那就是自然安住当中呢，就是一切的功德圆满，就是也有极个别的这样的。但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呢，一定要就是通过祈祷文，通过念咒语这种方式来就是与这个诸佛菩萨这个相应。现在有些上师的是说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祈祷文咒语就是就像是这个计数器一样的，就有些时候是我们这个念咒语呢，就是打电话一样的，就是但打电话跟这个念咒语有点，我有时候像这个这个比喻的话呢，就不是很这个适合的。打电话的话，对方如果换了电话号的话呢，我们怎么按也是这个打不通的，就是然后但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名号呢，就是始终是不会换的，就是没有说是这个莲花生大师以前用那个这个七句祈祷文，就是现在好像已经这个21世纪不用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能不能比喻倒是不好说，但是也可以就是某一个不方面的话，那就是也可以与他的这个这个对方就是接通关系，就是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平时比如说你念咒语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这个人的心就是会这个平静的就是你不可能是一边就是生特别大的这个嗔恨心，就是然后呢就是边念咒语就这也不可能的，然后生特别猛烈的这种贪心而念咒语也不可能的。因此一般来讲，我们平时也看到有些修行人呢他在这个这个做功课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呢，就是起码
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状态是比较这个清净的啊，就是极个别的可能偶尔呢，就是也会产生一些分辨啊。然后他在这个诵咒语啊、念咒语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他的这个心情呢，就是很这个平和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呢，就是有些高僧大德一辈子都是念了什么多少亿多少亿的那种这个咒语，可是其实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平时对生活也好，对世间的各种杂乱的事啊，就并不是特别的去执着。他一心呢，就是把这个吃咒呢，就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心情呢，大多数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还是很清净的啊，就很清净的。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些人是平常这个吃咒的话呢，他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烦恼呢，就应该说是非常少的。那就应该可以说非常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是大家就一定要知道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的这种功德啊，就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下面就是说，在这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土，树立了这个佛教之基，将此七句祈祷文呢，也是这个恩赐给有缘的这些什么国王之中德子呐、贝若赞呐，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君臣，年纪呢，就是后代所有的隐藏的佛藏品当中啊，也有无不有此金刚这个祈祷文啊，就是金刚七句祈祷文，就是所有的像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历史上啊，就是有这个8位这个佛藏大师，可能就是不知道韩文上有没有，我以前英文上有，就是有100多个那个佛藏大师的这个专辑啊，就是也是集群一个特别厚的，就是方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以后可以像那个这个佛藏品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还是要有必要的，到时候给这个介绍啊，就这是在这个藏历的这个佛教当中，就是特别的一种法。虽然我前一段时间讲的佛经当中也有这方面的隐藏，就不是很明显的略所的记载有的，有略所的记载，但是呢，在这个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他的这种这个修法也好，就是佛藏大师每一个就是这个有殊胜的这种开启的这个佛藏的一些这个教义。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以后也是可以这个了解，就是因此在藏地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有很多这个佛藏品，就是每一个佛藏品里面呢，就都有不共的一些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修法、念诵方式啊。还有就是包括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事迹的一些传记啊，就是其实这些这个传记的话呢，有些历史上说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说是有些说这个4000就是4900多个传记，那么就是不同的这个佛藏师呢，就是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描写，也有不同的这个修法。当然，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上师瑜伽的这样的这个修法。这个迄今为止，它一直具有真实影响的这个价值成就的大宝藏啊，就是到这个现在的是真的是就是它的这个加持的这种这个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谁经常呢就是修这样的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修行顺利啊，就是自己的各方面的这种境界啊，就是顿然这个出现了。还有呢就是内外的一些这个种种的魔障啊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消失。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这种上师和传承这种传承的这种价值也好、智慧也好、洗涤的话呢，就很快的是融入这个自信啊。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就是在这个经常念那个就是七句祈祷文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多年以来每天都是念那个就是不断的念100遍那个七句祈祷文，然后呢就是自己念那个念四心咒，就是1000遍左右我看到我认识的很多这个包括汉族的一些道友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有这样的。我想就是你们平时这样坚持这样下去的话呢，以后在自己修行当中肯定牵出很多的道障，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跟这个法呢就很容易这个相应。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跟这个法相应，诸佛菩萨经常随时都是加持的话呢，那自己自然而然就是对这个三宝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越来越会这个强烈的然后呢那个就是对这个
怎么说啊？就是一切这个玩法的本体呢，就是这个有所这个证悟啊，就这种证悟的话呢，就是一点也是不会困难的。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跟法不能相应，上师菩萨和还有那个这个护法空性呢，就是没有给予这个随时的这种加持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修行呢，虽然有些人是凭自己的这种微薄的力量呢，很精进的这个努力的，可是呢，就是最终啊，就是自己得到的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效果，因此。这个像具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宝藏啊，就是很有这个能力的这种这个加持文的话，那就是我们随时的是应该得着。比如说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的人的话呢，他随时的是要这个保存一个比较有疗效的一些药啊，就随身的是带着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有烦恼、有障碍、有违缘呐，就这是自己也是明白的，只不过有些人不说而已。其实很多人的认为是，我的烦恼那么重啊，我的违缘那么重啊，我每次的是这个修行的话，那为什么是不能成功？我看道友们早上起来的那么好，就是每天背诵那么多，而且这个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没有烦恼。我经常要么生病了，要么这个产生痛苦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包括就是非人也好，就鬼神的话呢，就是也许也可能就是对你有所这个损害。那个时候呢，就是要是一个最有这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咒语啊，或者是这个祈祷文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前的很成功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呢，其实他们的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就身边呢，或者说别人就是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呢，他们都有很多秘诀。这秘诀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其他的，就像莲花生大师的这样的这个修法，经常的一些祈祷文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一辈子的事，就是依靠这些祈祷文的话呢，最后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我终生当中呢，就是这个幸好是遇到了就是这样的这个三宝的这种加持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被这个违缘所转。我以前好像用过吧，就是门峰仁波切的一个快乐之歌当中呢，都说了，就是虽然就是现在魔法时代啊，就是非常这个黑暗，但是呢，就是无形当中的万幸呢，就是遇到了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所以呢，现在不管怎么样的话，那就是自己日日夜夜的是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虽然呢，就我们这个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特别这个黑暗的这个污浊恶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鬼神魔障猖狂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但是我们心源呢，也遇到了一个正法。就是一点怀疑都不用的，不用一点怀疑的，就这样的这个正法。同时呢，也具有殊胜这种这个加持力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这一点呢，我个人是就确实并不是刻在这个就是嘴唇上这个顺便给这个说好话而已，就是经常就是在内心当中呢，就想就现在这么恶劣的时代当中呢，就是遇到了很好的上师，遇到了这么好的教法，就是这就是自己这个千百万劫当中积累资粮的这个结果，就是很荣幸就经常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也会有这个同感吧。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简明扼要的讲解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七句祈祷文的这个意义。它呢就是可以分为这个外所祈祷文，这个外所祈祷正文的这个句意。就这个呢，我们就全部准备讲完了。然后这个以内解所金刚句的音译这个音译部分的话，那就是下面会讲依靠这个解脱道来解释，依靠这个分辨道来解释。那么这些呢，我想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呢，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观点呢，涉及到一些修家行呢，就所以说呢，我虽然已经翻译了，但是这个课盘呢，就是我们准备不讲。然后最后的一个课盘呢，就是汇集就世修道次第的第三个部分，已经分了这么三个部分的。汇集世系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也是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就是这个呢，就准备可以给大家讲，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不讲，就是前后的两部分呢，就是我们准备给大家就是解说。那么首先是第一个，外界所起到正文的句意，这个
我们7句祈祷文呢，红而见人见的象征，斑马给色的东部了，阳春吃过爱着你，斑马中的祭祀中，扩端看中忙不。这句祭祀到这句，新界拉这小四所人过了斑马色的红啊，就是藏文上是这样的祈祷文。然后这个韩文上呢，就是红乌金插图细白玉，年华瑞金制作上，稀有殊胜成就者，时称名号念华圣，空行眷属众围绕，我虽入尊二修持，为此驾此气降临，各热斑马色的红。那么这个，第一句呢，就是主要讲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降生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二句呢，就是讲呢，就是当时这个降生在什么样的这个这种这个宝座上啊，就是也可以说是什么样，就是降生的这种状况或者是方式。然后第三句就是讲了这个念寺的这种殊胜的功德，或者是他的这个稀有的这种这个利益。第四句呢，就是讲这个念寺的名称啊，就是念寺的名称。第五句呢，就是讲他的这个殊胜的眷属。啊，就是殊胜的眷属。第六句就是讲我们的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们这个睡修者，也就是祈祷者的，我是这个全心全意，完全都是随着莲花生大师你修，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七句吧，就是第七句的话呢，就是求这个莲花生大师对我们这个赐予的这种洗涤和加持啊，就是给我们赐予这个洗涤和加持。后面呢，就是用咒语来这个引持啊，就是咒语来引持。所以下面呢，我们讲这个颂词。这个发作是经常拿来拿去干什么？好，下面说。三世如来的总体吉祥无尽大士与自然本座法身本解脱普贤王如来无有二致。首先讲那个这个无尽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在这个本体法界当中，这个法身普贤王如来呢，就是无二无别的。有法身界中人与自称具无决定的殊用圆满身啊，就是这个无决定的这个殊用，就刚才是法身，就是现在是这个殊用圆满身，具无决定的殊用圆满身，其自相呈现不可思议的这个幻化有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化身有法身、报身、化身啊，就是报身。这唯一是佛陀的心境，而不是其余有情的境界。那么这个法身界和报身界和化身界的种种的这个有无啊，或者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境界和利益有情的一些状况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切什么？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境界，而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般人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平时也是讲啊，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些人们面前的话呢，这是一个弥足的这个咒师啊，就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来这个出现的。其实他的真正的这些现象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就是绝对是就是无法这个衡量的。他可以呢，就是跟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就是也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啊。就我以前也是引用过莲花生大师的一个略传的这种这个金刚语吧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极乐世界无量光这个普陀护主观世音达那国下莲花生。就是达那国下莲花生，外形虽现三身相，实则无二也无别就实则无二也无别。也就是说呢就极乐世界的无量光和这个普陀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达那国下降生的莲花生大师，这三者这个外显上呢，就是虽然说是不同的这个三者就是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是观音菩萨，还有一个莲花生大师，就是现象是不相同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无二无别的
啊，就实际上是这个无二无别的。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师女传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蒙赫仁波切在这里就是所讲的一样，就是法宝华三圣啊，就是也是这个无二无别的，什么这个法界刹土普贤王啊，就法界刹土普贤王弥安处刹土金刚持菩提迦叶就是莲花生。啊，就菩提迦叶莲花生，于我念菩提迦叶释迦佛吧，菩提迦叶释迦佛，于我念是无别称，啊，于我念是无别称。所以在这里面呢，讲这个法性这个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普贤王，就是法身普贤王如来。然后在这个弥延刹土也好，极乐世界的弥延刹土的话呢，就是报身啊，我们刚才所讲的金刚持这个如来。然后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族或者说娑婆世界当中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释迦牟尼佛。这三者呢，就是莲花生大师跟这个无二无别的。这是刚才这两句都是以前应该在那个桑杰郎吧，就是桑杰郎吧他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女传里面就是讲的。我们其实藏地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那个法界金刚的这个女传呐，然后那个桑杰郎吧的女传呐，还有呢就是那个无尽郎吧的这个女传。刚才那个是应该是无尽郎吧，就是我是错了，就是无尽郎吧。无尽郎吧是也是百位佛藏大师之一，就是他光是佛藏品的是有20多函吧，就是特别多，就是有关这个历史上面看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这种这个大成就者啊，就是大成就者。以前我都是专门就是抄写过，就是现在都是有，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抄写的，就是我读的那个是就是那个法界金刚，前一段时间我讲的那个就放牛的时候一边读的那个女传，就是我会背，但是桑杰郎吧的那个呢，就是无尽郎吧的那个女传呢，我不太会背，但是呢，里面的很多这个偈颂呢还是比较这个就是记得清楚的啊，就记得清楚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藏地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些传记。那么这些呢，如果是供奉在这个家里面，就是或者说是自己啊，就是再放在这个佛堂里面的话呢，就是牵出就是许多的这种违愿，就是。那么不信佛教的人，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不一定相信。但是真正是有信心的人来讲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啊，就是牵出这个魔障方面的话，那就是有不公的这个违念。所以有些道友呢，就是认为自己已经造魔了；有些呢，就是认为自己违愿特别大的话呢，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叫他们好好的这个莲花生大师。注意，就是有些人跟我说，你有没有神通？没有神通，你怎么知道是我要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咒语？虽然我没有神通，但是呢，我还是这个我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就是有些这个道理啊，就是应该道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是应该就是这个医学啊，就是专门这个医学这个博士啊，一个医学博士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是有些地方啊，就是他要生一些病的话呢，就是他通过这个就是脉啊，或者是就是看看就是他这个尤其是有些中医的话，那就是他唯一的就是办法就是张开嘴巴看一看，对，你气不足。可我碰到的中医全部都是说是气不足。所以我也是看你那个有些的话呢，就是已经学习佛法那么多年了，就是概念什么注意，就是也是基本上是你的气不足呢，还是脉不足，或者说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怎么让你哪方面不足呢？就是也应该可以这个清楚，就不一定需要神通，有些是确实，比如说要知道就是别人的心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有他心通，没有他心通是不知道的。但一般的有些事情的话呢，我相信也应该可以就是了解就这样的话呢，就我们这个前除违愿方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咒语啊，就是的确就是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能力。
就是他这里也说了，如上金刚教中所说，莲花生大师三生的有无是无量无边。这个插图而言，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就在这个插图而言，也就是包括呢白居子3000娑婆世界上下四方的36世间界一界分别的不同路道等处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而言的话呢，按照那个像如意宝藏啊，就还有一些这个无光尊者的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话呢，那么就是36层世界啊，就是毗卢遮那佛的36层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莲花生大师也是有不共同的一些各种形象呢，就是度化众生的。然后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当中的话呢，你如果是能了解就是闻解脱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才知道说莲花生大师呢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在六道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幻化身来就是开始这个度化众生的实现就是名号身体迥然有别的种种有我。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族而言呢，它也是实现了一个身体8种名号12身变等不可思议的幻化弘扬这个佛法的。从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整个时间当中呢演的话呢，就是也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有这个8种名号，就是8种名号的话，其实8种不同的这个划线可能我们以后方便的时候看看那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一个这个8种这个化身的这种唐卡就那个唐卡里面的话呢，中间是就是平时我们经常修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它的周围呢就是都有不同的那个我哪里有没有啊？就是应该好像有，就是有8种不同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身像就8种不同的莲花生。首先是那个海神金刚，就为什么叫海神金刚呢？因为莲花生大师那个就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的这个世子就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什么这个无尽大那国下的这个湖泊里面呢，就是在年蕊上这个出现8岁的童子。那个时候呢，就是无尽国王恩扎布德呢，就是他没有子，没有孩子，没有太子，没有太子呢，就是他就祈祷这个三宝上供下世。后来呢，就是到大海里面去这个取宝，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臣自那么这是吧？他已经这个发现了，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对这个念升起了极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这个引进到这个王宫里面，就是那么这个人们呢，就是后来就是称为是这个海神金刚，也就叫做是莲花生，就是第一个名字呢，是这个这样来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在这个就是降服了，就是一些这个奸臣的太子还有呢，就是种种在不同的一些石头里呢，就是不同的这个石头里面呢，就是为这个有缘的这些人和非人呢，就是宣说了就是种种的这个殊胜法门，而这个无缘的这些对这个佛法有谢见的这些这个贵士呢，就是全部都得以这个降服，就是以愤怒金刚的这个形象来就是得以这个降服，就成为呢就是好像这个愤怒念师就成为这个愤怒念师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应该在这个金刚座就是印度金刚座的话，那就是莲花生当时就是说是我是这个自然的这个佛陀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给众人面前这样宣说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加以诽谤的时候，为了让这些众生呢就是得入这个解脱道，就引入这个解脱道，就实现呢就是有一个上师叫做是那个扎巴哈日吧，就是在面前呢就是实现那个出家，就是那么那个时候的这种像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释迦世子就是莲花生的应该是这个释迦世子。然后还有呢像那个七日桑还有那个桑杰桑等等，就是很多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那么就是得述这个显宗密宗的一切这个教书，当他就是听到就是任何一个经典和虚播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是这个了如指掌，全部都就通达这个无碍所以呢就后来就叫做这个罗登确知是好像翻译为爱慧吧，就是爱心的爱，就是爱智慧，就是爱慧就是爱
会年氏啊，就是爱会年氏，然后就是后来呢，就是到这个撒霍啊，就是到那个撒霍国家呢，就是去实现就是种种的这种这个申辩。在那个时候呢，当时这个撒霍国王呢，就是首先是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成就性，然后他和大臣们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对称，就是很多的这个木材，然后让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在中间就是准备焚烧，准备焚烧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莲花生大师显现就是种种的这个身边呢，就是他的这个附近呢，就是全部都变成了一大湖，然后就是自己呢，就是在这个火光呢当中呢，就是先是种种这个油雾，后来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莲花湖，就是原来不是我们这个法王去印度的时候呢，就是专门有个莲花湖啊，就是法王当时也是在那边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念诗的这种这个修法和这个专辑啊，就是念诗的这个修法和专辑，那个呢就是叫做是斑马通常赞，就刚才叫做通常赞，通常赞是那个怎么说啊，就是鲁满庙里鲁就是吐鲁库鲁然后满是那个饱满的满，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时莲花生大师呢，就是用这个库鲁就是身上呢，就是做这个装饰，就是让这个国王呢，就是升起那个信心啊。就后来呢，这是一个这个像，然后那个莲花生大师呢就后来就是这个撒霍尔国王和他的这个眷属，包括大臣就是全部都是对他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在13年当中呢，就是向他这个供养啊，就是向他那个就是做供养。然后国王呢还有那个大臣啊，就是极其的这个欢喜，在他的这个宝库里面呢，就是给他就是赐予这个莲花帽和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当时的这个非常珍贵的那些这个衣装啊，就是衣装就是赐给他。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莲花王就斑马第二波，就是应该就叫做是这个莲花王，就是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戴着这个莲花帽就是莲花帽的，就是这个是应该叫这个莲花王吧。就是后来呢就是好像在那个格拉石头林还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呢，就是也是实现出种种的这个精信，然后呢就是相互一些这个贵神就是对他们就是宣述种种的这个妙法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日光上呢，就是出现就是显示种种的身边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日光念世就可是尼玛我日就是日光这个念世后来在那个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以这个500个这个外道就是进行这个辩论就是进行呢就是这个显示这个申辩，就是让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外道就是全部都得以这个降服就是那个那就是叫做是四后我的生给占中，就是四后年世就是四后这个年世多少了？有没有有吗？好，我好像记得一个不够，就是我想去哪里找，还可以。那么这个是就是到时候方便的时候有这个8种幻化，就中间是那个年是那个，然后就是诸位有就是8种比如说刚才那个三 K 扎咒就是三 K 扎咒是那个四后年世，四后年世的话呢，就是骑着老虎的，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这。像不丹就是不丹8州大藏，就是在那里呢，就是其实实现就是种种的这个愤怒相就是反正每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些现象呢，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祈祷文，就是方便的时候那个七品祈祷文当中也是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8种这个环现有不同的但是这个是以前年世的是哪一个佛藏品的一个略传当中是可能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中间有一些不同的话呢，每个佛藏大师的可能那个就所描述的念世的这个形象和一些状况呢，就是不同而已，就是应该可以这样来这个理解就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念世就是在这个妙法洲中央同时吉祥山莲花插图上中下以3种花神庄严安住着，
现在是莲花生大师已经前往这个罗刹州，就是罗刹州呢，就是有这个同寺吉祥山，就是专门有一个莲花宫、莲花茶道。其实莲花茶道的话呢，我们就是经常说那个怎么说啊？那个同寺吉祥同寺吉祥宫这同寺吉祥宫，咱们的话里对，同寺吉祥宫，现在很多寺院都在修，就是可能你们没有注意，要注意的话，那就是有些是3层楼，有些是这个13层楼，就是一般来讲它是这个3层楼就是我像这个色道的好多寺院都在这个修，就是包括德格啊、白玉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青海那边，就是那边的很多尼玛派的这个寺院都在这个修那个。当时现在莲花生大师在这个罗刹州的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这个藏文里面叫藏的化热，就是也就叫做是那个同色吉祥这个吉祥宫啊，就是这个吉祥宫呢，很多寺院就有专门这个修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是以不同的这个法宝化三圣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做着。那么在21个罗刹州啊，就是每一州的话呢，实现不同的名号和僧态来这个化身。我看到那天那个20灯柱法王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是当时就是灯柱法王有一次到这个罗刹州，就是见到莲花生大师的整个周围呢，就是有许许多多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像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瑜伽师呢，他在这个清净的这种智慧面前呢，就是所显现的不一定是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每个这个佛藏大师的一些修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就是所以说在罗刹州的话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州，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话，那就是分多少个省就是像美国的话，那就是分50个州是吧？美国人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50个州所以那个当时罗刹州的话，那就是也有许多的一些小的州。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莲花生大师有不共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这个众生就是度化众生。诸如此内为内中这他的事业是无有边际，尽法界极。他昔日在过去诸佛事也实现于世就是现身于世。而如今佛陀的这一身教当中，印度当地大多数的智者成就者都是年始的这种变化，就是像空西摩伊西所解的密传里面呢，就是讲像印度的这个帕坦巴桑杰这些都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世。所以印度的就是后来的很多的这个大德的话呢，都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对诸位此教者进行加持摄说，在印度、汉都、香巴拉、通州等种种领域以及幻化的有无是幻化有无广泛利弘法利生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化身的话呢，就是印度也是非常多的，汉地也是应该这个非常多，还有呢就是这个香巴拉，就是通州就罗刹州这些呢就有不同的这个现象，有些是以人的现象，有些是可能以动物的这个现象，有些呢以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种种的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可能建筑物就是等等，就是这个幻化这个神来这个利益这个众生的就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好像是一般的一个在家人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说法不对，莲花生大师的那种这个观点不如法。有些小人这样说起来的时候的，我们都真的很想这个就很想笑，就是除此之外不想任何回答。就像我们汉传佛教当中，以极个别的人呢，就是说阿弥陀佛如何如何不好阿弥陀佛或者是禅宗的观点如何不行的话呢，那么懂道理的人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就是不一定用正面来对他这个进行回答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汉传佛教的话呢，以前呢就基本上是因为这个语言文字民族传统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就很多那个藏传佛教，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真正的这个他的这个法宝化三圣的这个状况以及就是在印度、汉地、藏地就是这么这个有关的这些佛国呢，就是进行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
状况的话呢，就是一无所知。这样以后终身的相续当中呢，可能会产生种种的这个现象。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般的有头发的一个米咒师一样来对待，就是同这个相提并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太可怕了，太可笑了。所以我想我们这次呢，就是也很有必要啊。藏传的这个密教的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这个神圣的，而且这个教法呢，就是对我们整个人类，对我们整个世界来讲呢，就是确实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他的这个威力和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如今呢，不仅仅是这个属于是藏地啊，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藏传佛教呢，就是影响就是多少个这个国家，影响呢就是多少个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应该会这个清楚的。那么这样的这个黑暗的这种时代当中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加持之光的话，那就是能不能牵出时代的这种这个黑暗呢？就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这个非常这个清楚，就是这种诸佛菩萨的这个各种幻化身边呢，就是千万都是不能凭自己的一些这个分别念来就是进行这个汇报啊。在藏地年时足迹几乎踏遍所有的这个区域啊，不管是这个卫藏也好，还是多康也好，还有那个所有的这些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拉萨那一些的话，那就是莲花生大师所加持过的这个25个这个大的这个圣地。像我们昂多和康区的话呢，就是也有分别，就是有25个的就这样的这个圣地。那么以这些圣地为主呢，就是整个这个藏地的话呢，都只是通过各种这个身边和一些这个这个形象来就踏遍过整个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这个年时去过的这些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在很多时代当中啊，就是不被呢，就是被外道啊，就是或者是一些邪道啊，就是来这个所占领啊，就是这些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以前高僧大的一些去过的寺院也好，去过的一些道场的话，那就是跟这个其他的一般的这个人的这种这个去的地方呢，就是完全也是不同的。不过人类呢，就是现在都有这样的，比如说一个明星呢，就是来过一个那个医院的话呢，就是这个医院呢，就是永远都是把这个明星的照片就是挂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他来过，但是他来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加持不知道，就是一般医院的话呢，就是那个主要是治病，就是对这个终身要有利，就是一个什么歌唱的特别好，就是那个唱歌特别好的话呢，就是他来过医院的话呢，就是那么他的这种歌声对后来的病人有没有利益不知道，只不过是对他们的名气可能有。我去过的有些医院的话呢，就某某这个明星来过，某某电影院来过，就是某某领导来过，就是然后他们都把那个照片呢，就是一直这个放着保存着的，就是所以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当时来过很多地方，但可惜的是没有照片但后来的那个莲师的这个像啊，就是应该说是在藏地来讲是各个地方都是有。我希望我们这个汉地的话呢，道场里面也好，私人的佛堂里也好，包括我们有些这个开车的这个在这个车里面的话，那就是也是挂一些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啊，就这个是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呢。很多人说是我的上师好怪哦，就是把这个上师的照片就是放在这个车里面，但上师大师也可能怪，但是不管怎么样，莲花生大师的一切上是终极，就是所以我觉得是像释迦牟尼佛啊、莲花生大师啊这样的话，那可能更有价值，就是我是非常这个赞同啊，就是莲花生。我有时候看见就是有些这个道友啊，就是在车里面就是有那个放着莲花生大师的话，那就真的是心里面就是就感觉啊，就是那肯定就是莲师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就肯定是很不错的。有些的话呢，一般的像我们那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上师的，那这个照片上的话呢，就是自己的真的是不是口头上说的，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人是真的很迷茫，就是我的照片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个是反而的肯定会有害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就是自他都是有害的，就是真正诸佛菩萨的这种照片呢，就是有功德的。所以以后啊，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应该把这个真假呀这个分清楚。虽然可能有些对自己的在这个学佛也好，就是引导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自己有恩的，就是从实践的一些这个情义上的话呢，就是你对某某上是有很好的。从我们佛教的有些论点来讲，也是上师就是佛，就是这样来通过很远的地方转弯抹角校正拟正的话呢，就是上师有一
个佛的这个理论的是有的，但是这个要建立起来的话呢，就是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辩论以后才可以成立的，就是所以而且这个上是呢，就是有时候行为不如法，佛怎么会是干坏事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对这个佛还是产生邪见的，但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不会这样的，佛陀呢，就是真的不会的，所以没有任何争论的这些佛像呢，就是挂在你的这种什么就是车里也好，或者是佛堂里也好，或者是自己当这个护身，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说是什么降伏啊，就是说这个隐藏呢，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深啊，就深深的佛藏品，并且呢，就是开启的时间呢，降服所有的贵神呢，他们立下了这个实验担当，就是当时这个开启的时间全部都已经谁来这个开启的人物也已经就讲得很这个清楚的。那么这个开启以后呢，就是这个是怎么这个使用就这么使用就这些就是窍诀就是秘诀就是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制造违愿的一些邪魔外道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加以这个降服就是加以这个降服，就是这些道理呢，也是就是讲得特别这个清楚的。那么莲师曾经呢，也是这个亲口承诺就为了乃至这个佛法住世期间，一直以幻化这个以化身这个护持藏土的这个百姓，并且呢就是祝福藏地这个12地僧母，还有呢21个这个优婆舍13个舍。那个歌声，我看到有个人翻译的说是12个歌声，是不是那歌声翻译的？凡是有这个很多的贵神呢，就是进行这个降服就是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可能看过的人都清楚，就是当时他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非常贵神就是非常就是多的，就是一般来就对众生有利的这些佛法的话呢，就是很多贵神都根本不愿意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弘扬。但后来就是大师的这种威力的话呢，即使这个菩提萨埵和这个国王持众都真的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他这个密咒力就是密咒的这种咒力呢，就是将那个桑叶就进行这个奠基，然后呢，他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呢，就是说是这个桑叶的话呢，就是也做了几次这个下技术，就是莲师是第3次来的，好像有一位博士是这样说的。但这个历史学家的这种说法跟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说法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相同的，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不相同的。他们是完全是这个是一种学术的角度来开始莲花生大师来的时候他是就是多少年，就是然后他跟这个国王之中斗争中间的这个年代是怎么，就每天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研究的。那我们呢，应该就是说是莲师的这种深刻意的加持就融入自己的这个心。那么莲师当时呢，就是做这个教护的这些这个护法神就一直到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保护住整个这个地方就包括我们藏地这个学法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也是依靠就是这些那个就是什么就12这个地僧12地母的一些仪轨12地母的一些其实那个祈祷文就是这些都是有的。原来那个大概在这个文革期间吧，就是上师如意宝呢，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个祈祷文那个祈祷文呢就是也说你们这个12地僧母曾经莲花生大师面前是怎么样这个承诺的，现在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变成就是如何的这个状况就是你们是不是已经睡着了，你们是跑到哪里去了。后来我看到就是印度一位大德的话呢，他也当时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也是一个祈请文，但是这个内容的话呢，基本上是不谋而合的，就是不谋而合。但后来不久的将来的话呢，那么就是那个佛教的话呢，就是再次这个兴盛就是确实可能有时候说这个护法神就是需要这个劝请比如说我们有些发心人员呢这个中间有点累了，就是有点不听话的时候呢，狠狠的批评一下，然后批评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马上已经清晰了，对，我还是原来干这样的，然后就开始打电脑。所以12地僧母中间呢，就是一段时间呢，就是
他们这个保护的不是很好的，但后来呢，还是就是也很不错的，就是尤其是入境的话，那就是应该说是确实是这个对这个护法就这个佛法就是保护的很好的，就包括在藏地的话呢，有些外道的殿堂啊，有些外道的一些教徒的话呢，就经常就是不顺利啊，就是原来的是他们在藏地就是建一些其他这个宗教的一些殿堂，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不成功，就是遭受各种各样的这个违约嘛。然后有些那个藏地呢，就是特别比较这个庞大的那些组织啊，就是那些其他的这个教徒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就很多行为的话，完全是不成功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还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加持啊，就是的确也是可以说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就这一点也是我并不是因为我是那个这个藏族人喜欢莲花生大师，其实莲花生大师也是不是藏族人，就是他是印度人。然后那个就是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管是哪里的这个人呐，就是一定要就自己要。就经常这个祈祷莲花生，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真的是对莲师的这个信心很大的啊，就是以前的这些成就者们。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修行也是肯定会这个成功的。我经常这样想，看一个人对莲师有特别大的信心的话呢，我这个人肯定修行会成功的，就是反正自然而然就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念啊，就是这个分别念呢，我觉得还是背后有很多的这种丰富的这个教理，就是只不过是不彰显而已。好，讲到这里。